这只是解决它短期之内它的矿产来源能够不虞于伐，但是它还要投入很多的技术，尤其我们知道稀土的这个开采面临很多的环保问题，还有法规问题，还有技术的提升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期之内所能够完成的。所以中亚五国只是在矿产的来源上给他一个支持，给他一个力量。美国总统川普呢，在11月6号，他特别在白宫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这5个中亚国家的领袖举行了C5+1的峰会，希望透过各种协议，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突破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垄断地位啊。但是中亚5国当中呢，除了丰富的稀土资源以外啊，像哈萨克它的铀产量是全球第一，乌兹别克黄金的蕴藏量非常的大，土库曼则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呢，也都在开发新的矿藏。好，所以从资源上面来看陆老师先带我们了解刚刚提到的中亚5国，因为川普也不是随便挑的这5国绝对有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5国的矿产的蕴藏量大概有多大？是相当大，尤其他们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产量，就是它的就是它里面有所含的稀土的量是非常大，就在全世界大概是前10名。那当然，哈萨克斯坦它在铜方面是全世界第5名。那金呢？黄金是塔吉克、哈萨克斯坦都有黄金，还有锌跟铅，还有锰，还有铬。那像土库曼，它还有这个天然气，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矿产的资源。对，所以美国跟他这样的一个合作，是希望我将来在稀土的战争里面、稀土的对抗里面，我至少我的来源方面是有多元的来源，我不要只有不可能再依赖中国，或者只有靠澳洲还是靠英国。土耳其，那看来都不希望只依赖一个国家。我希望我的矿产来源是多元的，但是将来未来的技术跟提炼的这个能力，那这可能中亚5国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寻求其他解决方面。这只是解决它短期之内它的矿产来源能够不虞于伐，但是它还要投入很多的技术，尤其我们知道稀土的这个开采面临很多的环保问题，还有法规问题，还有技术的提升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期之内所能够完成的，所以中亚5国只是在矿产的来源上给他一个支持，给他一个力量，对，应该是只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川普也不是随便选人去开会的就是当然邀请这5国呢，就因为这5国后面有美国需要的国家利益，尤其刚刚提到的是战略相关的关键资源就是稀土但是其实如果了解稀土的朋友也知道，稀土其实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一个就是成本，另外一个就是提炼的技术刚才陆老师有点到，就是你如果有这个丰富的矿藏，可是呢，你后续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提炼问题怎么解决，恐怕你还是得追本溯源的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除了拉拢中亚5国以外呢，川普最近还投下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震撼弹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他。最近拉拢哈萨克加入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川普表示呢，他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有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进行了一场重要的通话。他强调呢，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搭建桥梁的重要一步，而且宣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排队透过亚伯拉罕协议拥抱和平与繁荣。路透社就报道说，川普下个礼拜呢还会在白宫会晤叙利亚的新政权领导人，叫夏拉。美国政府呢，同时也准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处空军基地，要进一步来部署美军。好，现在看到拉拢哈萨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美语双方来讲的话，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会带来多大的帮助？巴斯，这个显示一件事情，虽然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不接受我要说什么，但是很明显，这次停火加沙战争停火，以色列算是赢家了，打败了，几乎是打败了哈马斯的政权跟军事能力。那美国也是几乎是很支持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就是在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条件之内，几乎都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内塔尼亚胡的想法，美国也没有明显答应
以后支持巴勒斯坦可以成立国家了，也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另外，不管是欧洲国家，或者这个伊斯兰世界国家，比如说卡扎克斯坦，也愿意跟以色列继续交往，甚至建交，对不对？那以后更多阿拉伯国家也会跟以色列愿意有交往、贸易，甚至加入 Abraham Accords 建交了。所以很多人很难想象，在这个战争的结束之后，以色列的这个不管是战略地位，或者是在经贸方面、科技方面的地位，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他的国家不会以后抵制以色列或什么的，或对以色列怎么样，真的不会。这个是大家都要记得。你觉得就以哈萨克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未来如果考虑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好，当然是希望说也能够从以色列这边要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从以色列得到什么？当然是可以聊到投资、技术科技等等啊，甚至军事方面也可以，国防方面可以交流。那然后就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对不对？那以前 Morocco 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美国就答应 Morocco， 你这个叫做这个目前算是内战地区，叫做 Western Sahara。本来美国的立场是这个地方是要经过当地人跟 Morocco 中央政府的协商，才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美国在川普1.0说，Morocco 你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我就认定这个 Western Sahara 是你的属于你的主权。所以其实加入 Abraham Accord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们都知道，他们还是可以从美国拿到很多东西了。OK， 那叙利亚驻军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有一点 surprising， 有点惊讶，因为川普在1.0的时候，他一直坚持他要完全从Syria 撤军，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是有几千个军人，因为是要跟 ISIS 伊斯兰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他因为这件事情跟国防部长吵架了，对，国防部长时任国防部长就离开了。那川普这次愿意部署的话，规模应该不会很大，而且其实很大的主要的考量，不是因为川普以后想跟谁打战，不是因为要以后跟伊朗或伊拉克等等打战，其实他是为了组织以色列再次攻打 Syria 的内部了。因为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已经有很多次动手，因为他们说Syria 在境内还是有运武器给恐怖团体，不管是在 Lebanon 或其他地方 ，Yemen 等等。所以为了维持区域和平，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或许因为这个考量，川普愿意在 Syria 重新部署。所以就回到刚刚你有特别强调一个论点在川普的心中，他的 No.1， 他的第一个还是中东，第二个才是放在印太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亚一直都是过去来我们都知道都是在中俄的势力范围，而且相对来说，比起美方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偏友好的那所以现在呢，你这个要真的挖墙脚，你要来挖哈萨克这些中亚的5国，你挖得动吗？你怎么挖？你必须要诱之以利你有什么利益可以跟他交换呢？你讲的很对要诱之以利。问你现在你俄国还有多少资源可以给人家？你现在打仗已经打得自己都打得焦头烂额了。真的，乌克兰战争让俄国遭受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浪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自顾不暇。那个中亚这些国家，他就变成很难再像以前在苏联帝国或苏联解体之后的那个年代，俄国还对他们有很大影响力。现在没有办法。川普并没有参加 APEC， 而是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现在斗而不破的1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
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口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哈，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啊，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啊，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啊也是延长为1年啊，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啊，是美国先发动好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得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啊，先暂停1年。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哈，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啊，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啊、分离啊、出口企业，美方晶片啊、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啊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哈，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哈，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制裁啊，因为他讲到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他来讲是及时雨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
就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哈。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哈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呢，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啊，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真的吗？啊，根据专家的分析啊，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啊，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卓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个大头2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丧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是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特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哈，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哈。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哈，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哈，就会是接下来中美2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好，说到刚才有稀土的部分，接下来是科技的部分哈。那当然，川普也证实啊，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
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它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那后来连 B30A 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 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黄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理智上。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又在下一个世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刚。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个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这个，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些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跟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叶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
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所以其实国内的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对，眼下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支持度。国际上的重头戏就是川习会了。川普这次呢，他的亚洲行第3站到了南韩，但是呢，他不是去参加 APEC。而最重要的，他先前一再强调，他会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上一面。果然，两人真的见上了一面，而且呢，会谈呢100分钟。虽然不如川普所说的希望谈到3到4个小时啊，但是呢，总算有谈。那么第3站南韩呢，并不是到APEC 去参加，而是在釜山和习近平来见面。睽违了6年的时间呢，这次谈了100分钟，到底有什么样的共识呢？我们说共识如此啊，这是台湾工商时报整理出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表。在特别这次的经贸交手部分啊，关税的部分，美方取消对中国大陆加征的10%芬太尼的关税，而对中商品加征的24%的对等关税会继续暂停1年。另外呢，中方也会相对应的调整反制措施。双方也同意继续延长部分关税的排除措施。另外就是管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讲说卡脖子哈。那么美方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中方则是暂停实施在10月9号提出的反制啊，也就是稀土出口管制这个措施，同样是延长1年。好，航运的部分呢，还有包括其他，特别是在芬太尼，刚刚有讲的芬太尼禁毒合作呢，现在美方说要看中方接下来怎么做啊？实际的做法呢，美方会继续的观察，而中方呢也会做出相对应的一些回应。后续还有一些进度，川普表示说，跟习近平在很多的重要问题上面都达成了共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稀土也好，还有呢，特别是买大豆这件事情啊。那么习近平则说呢，双方要尽快的细化和敲定后续的工作，将共识维护好以及落实好。预料下个礼拜呢，美中双方就会进行这个经贸相关协议的进一步洽谈。好，但是这次大家也关注到的一个台湾问题，这次没有谈到。马上就先来问一下黄老师哈，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在事后，川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媒体请他给自己打分数啊，说10分是满分的话，他说我是12分啊，这个还多了2分哈，显然是非常的满意啊。我先问的是，中方跟美方各自要到了什么？我觉得双方都必须要对外说是满意的，是有成果的。那么各自得到什么？我觉得基本上是双方的谈判团队，双方从川普总统的2.0开始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对中关系，基本上不是国安团队，而是经贸团队为主。那么所以经贸关系关税谈判、贸易谈判。主导了美国对外关系，是。那么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双方共同有默契的决定这次100分钟。我们看大家有戴耳机，戴耳机是同步口译，同步口译才能节省时间。那么100分钟，老实讲那个中美之间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地缘战略的部分是双方有默契的，暂时不在这一次会谈中间，对，所以我认为是暂时缓解，在2个人会面以前拉高的这种声势，但是这个缓解是暂时性的。那战线拉长，因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它会是非常长期的一个竞争，而所有的项目不一定那么快能够谈下来，所以从这个4月份的这个所谓解放日开始，一路已经换了世界5个地点在双边在谈，但是还是高低起伏对，还没有最后的定案，所以战线必须要再往后拉长。老师，您看哈，有分析是这样认为说，美方这次要到是土豆泥就是包括稀土、大豆还有芬太尼简称土豆泥。中方其实你看到的是，习近平在这个2国元首会面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要求，他只是说呢，我们要
保持大国的风范，所以也有一个分析就是说，中方其实希望把美方拉回到4月2号以前，甚至是包括在2017、2028那个时间，我们重新拉回去。对，因为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双方是有一个没有执行的一个当初框架谈好的一个贸易协议。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外所有的谈判都是先谈大原则，然后谈大框架，在那个框架定了以后，其他的东西中国可让的会让，但是红线、底线思维通通在里面。有没有像是双方都演了一场戏？对，双方剧本是合写的嘛，所以演起来就很自然了。好，为什么说是一场戏哈？因为在川习会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4号就提前早一步的宣布，他们说呢，要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规定啊，那么对中国大陆呢是否有履行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展开调查。而尽管我们看到这次结束的川习会达成了新一轮的贸易休兵，但是也听到了后来呢，这个美国贸易代表Greer 他就表示说，301条款调查将会持续的进行，为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预做准备。然后呢，川普在见完了习近平呢，他也说呢，这个4月份呢，川普说他会访问中国大陆，接下来呢，习近平也会访问美国，但是真的会如期举行吗？接下来当然得看中美两国的互动是如何。好 ，Russ 啊，现在你先看一下，就是说 Greer 这一季，就我们讲说回马枪啊，怎么解读？所以很明显，其实川习会这次谈的看起来相当愉快，然后川普觉得有这个封锁是获得很多的好的。你觉得川普有达到他的目的？川普觉得他达到他的目标，然后另外说实在，我有看到很多台湾评论员，他们说是一个大川普大胜利，然后一直称他，我觉得没有台湾评论员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说实在，川普觉得他有获得很多东西，尤其是贸易方面。而且整个行程，不管是在吉隆坡、东京或南海，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外交事件。他跟其他国家谈，领袖都谈得非常愉快。对。但是像 Greer 贸易代表强调，这个调查还是会进行，那就很明显，不管这次怎么样谈的，跟习近平中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等等。政治地缘政治或其他的外交考量，国防国安等等，甚至台湾问题，以后还是会浮面台上了，还是会影响到中美关系，这个真的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不是说好像休兵1年吗？怎么在这个会后突然又按照过去几年？那刚刚老师有提到2017、2018年，然后川普刚上任不久，就是在第一年他访问中国，对不对？但是过了几个月，就是进到2018年，贸易战就开始了，而且川普最后两年多，贸易战一直恶化了，中美关系整个中美关系有恶化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面对事实，那就是很有可能政治问题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贸易关系。好，所以现在我们细看美中双方在这个贸易之间的交手哈，因为刚才特别提到了美国贸易署呢，他们也强调说未来要监督中方落实协议的情况，然后美中两国呢会设立工作组啊，确保落实打击芬太尼的相关措施。也就是说，在川习会大家所谈的一些部分，接下来就看怎么做，而不是看你怎么说了，对吧？但是我们有相关经验，尤其是在芬太尼和贸易这两个议题上，就是回到我刚说，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双方有讨论到这两个问题，有达成一些共识。拜登执政的时候也是，但是不久之后，美国还是会认为中国没有履行他的承诺，那就破局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理性看待的话，可能要最安全的猜测是不久之后还是会破局了。OK， 现在就是看，就是美方可能会觉得中方说话不算话，但是呢，中方对美方也是如此啊，就是你只光说不练啊。所以接下来就看，因为不是提到了吗？川普有特别提到说，他明年3月以后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接下来呢，就是习近平到美国访问。
但也得看两国的互动吧。我个人会认为，一直到他们真的上飞机起飞之前，就不知道真的会不会成型。就像这一次的川习会，到最后一天才敲定是在釜山。是没错，因为虽然川普今年已经说了好多次，我会跟会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一直到他真的上飞机去 APEC， 而且我们也一直不知道他会不会参加 APEC 的相关会议，那最后他没有。对，所以就是对川普来讲，就是 make a wish。至少先许个愿望，在明年3月以后能够到北京去访问。好，川习会之后，我们看到川普立刻就飞回了美国啊，他也没有去参加 APEC， 所以把这个 APEC 呢留给了习近平，让习近平呢就等于跟各国元首的互动呢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啊。其中重中之重有一个就是中日的元首会啊，习近平和新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面。在31号的下午呢，中日元首的高峰会进行大约有30分钟。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明，希望跟中方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并且喊话说中国大陆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同时也向中方表达对东海活动这些相关议题的忧虑。而习近平则指出，中日是重要邻国，希望推动两国之间这个战略互惠关系。不过，如果有印象的话，大家记得吗？这个川普是先在亚洲行啊，他的第2站是到了日本啊，先见了高市早苗。所以彭博也报道说呢，在跟高市早苗的会谈当中，川普就直接告诉高市说，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我们都会在那里，我们是最强级别的盟友。哇，这句话说的怎么讲呢？啊，那蔡老师是高市，我们知道其实他一直是维持继承安倍晋三的路线哈，但是他有他自己日本现实考量的压力哈，怎么在这当中去调整未来的日美日中关系？我们先恭喜日本国诞生第1位女首相，我们也先恭喜高市早苗变成是首相，因为她一路走来还蛮辛苦，本来能不能当首相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点，而且她在21日当首相到10月31日的时候，不管是日本国内，不管是国际问题来讲，我们套一句川普总统在10月29日 George Washington 的航母上面讲一句话，他是一个 winner。因为他等于说，在这么多的首脑里面，他可以说算是一个最大的胜利者。为什么？因为川普是先到了日本，那到了日本之后的话，跟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我们又会看到他到了韩国，可是高市早苗的话，他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他跟川普之间的话，本来就是会很好，而且我们用几个照片来去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这个都是官网的照片。那官网的照片的话，我们用4张去做解释的话，你会看到28号他见到川普的时候，除了这一张之外，有很多张，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亲密。而且我们看到高市事实上是一种好像发自内心很开心，甚至在George Washington 上面呢手高起来，非常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日本民众是批评他了，也有这么样的批评。可是呢，我们看到他跟李在明韩国的总统也是关系很好。那为什么会很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很聪明，在10月21日当选之后，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他上面就说：“我非常喜欢韩国，我喜欢吃韩国的海苔，我喜欢用韩国的化妆品，我喜欢看韩剧。”所以李在明就送他韩国的化妆品，送他的一个海苔，这个是他做的非常好的一面。而且他会看到，我们看到了习主席的话，事实上他们也是突然去巧的在29号的话才去瞧说可不可以跟习主席见面，这个中方有释出一种善意。逝去之后的话，但是在3个小时之前还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见了面。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高市做得很好的原因，看到他个人的 X， 他看到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习主席就是跟他打招呼，他跟每个人都打招呼说：“我是新人，跟你们打个招呼。”那习主席露出微笑，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习主席会有微笑？很少这样。”不过问题就来了，在正式的会面上面来讲，你会看到他的手跟这边的手都完全不一样，不管是跟川普，不管是跟李在明，手都是很近的，还是很亲密。但是跟习主席的时候，手就是伸长的，他们有去教他过，你手要伸长，不可以被他拉过去，等于是我跟你保持距离，你拉我拉不过去。然后脸的微笑是会有一点的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习主席也讲到一句话，就是战略的互惠关系。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安倍路线呢，高市早苗在
治的模式，应该模式里面，它是走安倍路线，因为战略的互惠关系是安倍在2006年，因为那时候日中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抛出这个议题，然后中方有 catch 到，那战略互惠关系在10月24日所信表明演说里面，他先讲中国、北韩、俄罗斯，这在造成我们很大的一种威胁，我们有一种悬念。可是呢，我们要维持战略的互惠关系，所以中方有 catch 到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之后，习主席也就是在当天，他也有讲出这个。不过日方也有担心一点，就是说，因为第一次跟中方首脑会谈，会不会说该讲的不讲，而且会不会跟过去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高市他该讲都是还是有讲，东海的问题你怎么办？或者是中方有提出台海的问题，你要怎么主席？不过高市首相他要讲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对日本来讲是有的，他该讲还是讲。那我们的人被你们抓去，你应该要怎么办？中日元首的这个会谈哈，关键字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战略互惠哈，对，我们是互惠的原则。是，所以呢。高市现在当然有他实际面临的压力，比如说，他接下来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哈，就是呢，刚刚是不是提到说，习近平呢特别指出中日是重要邻国哈，那希望能够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共同社则报道说，美国财长 Bessent 他针对日本采购俄罗斯的液态天然气是 LNG， 他表示说呢，我认为日本会花时间逐步摆脱这种做法。所以报道也认为说呢，这个 Bessent 这一番话是在暗示这个应该要停止买俄罗斯的能源。而且 Bessent 也透露呢，日本会参与阿拉斯加的新的能源管线的计划。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压力就到了高市这边啊。可对日本来说啊，讲白一点啦，买俄罗斯的天然气比买美国的天然气或石油要来的便宜啊。回到了成本问题啊，怎么解决？他们有想过这个问题点，早就已经模拟过了，因为他买。这是俄罗斯，但是已经跟他签约，然后厂也都盖了。如果说他不买的话，等于是中国会整个便宜买过去，所以他有明白告诉川普，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做这一种处理掉。对，而且他说，川普你这么的要求的话，其实最后开心的是中国跟俄罗斯嘛。那他没办法，就是说把它就是马上就切掉，而且投资阿拉斯加的话，它需要很久的一些时间，它的费用也会很大。那费用到底是哪里？可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是，日本答应要投资美国，日币是叫做80兆，美金是5500亿。我们一般都想说这个钱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川普去拜访日本是从27、28、29、28日的话，理论上应该是由日方去办一个晚宴，就请川普吃东西，但是他没有。川普是在美国大使馆，就是在东京阿卡萨卡去宴请日本的商业界的一些大佬们。大佬们一去就说我们投资60兆日币80兆，他们已经拿出60兆出了，这个让我们很惊讶。包括软银，包括东芝、Mitsubishi，包括我们要投资 AI 的那个基础建设，或者是所谓的稀土，所以80兆他已经找出60兆，只差20兆，这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一点。其实日本几乎是美方所开出的清单，几乎是照单全收了。对，除了这个能源的部分可能窒碍难行，恐怕之后还有一些需要去讨论的部分。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的是 APEC 的川习会啊。这次呢，虽然川普在行前说首要跟中国大陆谈的就是芬太尼的问题啊，但是你说稀土谈不谈呢？大豆谈不谈呢？当然也可能会谈啊。这大陆商务部呢，已经对全球发出的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公告第61号的第6条就规定，境外特定出口经营者申请两用物资，也就是民用跟军用，那当然多半都指的是稀土啊。这个出口许可的有关文件都要以中文为准。现在不但是要学汉学，还要学中文啊，因为呢，申请表格你必须用中文填写，否则不过关。好，那么最近呢，也看到了。川普和澳洲总理 Venice 呢，在20号正式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议啊，计划的总额高达8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600亿左右。川普也表示呢，美国希望并且正在积极建造一条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而且他也预告，他说1年后，美国的稀土和关键矿产将会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听听他的话，真的是很夸张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川普一定要这么说。这个是2024年全球稀土量跟冶炼能力的对比啊，你可以发现呢，在2024年产量全球占比啊，中国大陆的稀土全球占比是70%，
美国12%，那澳洲呢就刚刚提到的啊，跟美国来签署协议的，这全球是3.4%，加起来也差不多是15%而已，跟中国大陆的70%还是差很远的。另外就是缅甸了。好，另外呢就是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常讲说稀土其实在半导体方面非常重要，在整个供应链你也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占比呢，大概都是超过了50%，甚至是6、7成以上。好，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来晶片制程。当中稀土应用的流程啊，包括矽晶片，包括前工程、后工程啊，这相关的工序哈，其实跟稀土的冶炼过程很有关系。现在看到了说，美国找了澳洲来合作，但是稀土的关键在于精炼造成的环保问题，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澳洲会帮忙解决吗？这个问题是澳洲有能力解决吗？想也不一定有能力。其实刚刚在何荣我们看到这些资料里头还蛮重要的，不只是这个比例，其实还包括了刚刚讲这里头非常非常关键，对于军用，对于包括半导体非常关键的重稀土的提炼，因为非常非常难。因为它的提炼是包括它跟氧化跟这些矿物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副金属，也往往会跟主金属。我们比如说先前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材料，它是要在提炼铝的过程里头顺道提炼出来，所以它其实很复杂。川普会讲这话，就表明他真的不太懂稀土，或他装也可能装。对于稀土产业的这个技术的难度是如何的难？如果这么容易，其实美国是现在才知道稀土的问题吗？不知道，已经很久了。拜登时代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攻破？而且美国政府过去也不愿意自己拿钱来投资，是叫大家来投资。但是现在终于啦，还是有点突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的出钱投资了 Material AP， 是现在来讲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稀土有提炼能力的，但是还没有到能够提炼重稀土。包括不只是刚刚澳洲，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现在他就紧盯着巴基斯坦的合作，因为巴基斯坦也提炼稀土，据说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拥有中国可能有最好的技术提炼能力的部分就是巴基斯坦。所以这是美国为什么把印度踢到一边，很大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稀土啊。所以在这个描述过程里头，我觉得它的最大关键还是要看现在中美对于稀土战这件事情不太一样。以美国来说，它什么都要。对他来说，它的产业里头，科技也要，军事也要，而且它的军工全部被卡住。但是中国现在在所谓，我想我们看到它的宣布里头，民用跟军用是泾渭分明的。乃至这稀土禁令出来之后呢，商务部很快就发缓和说，民用或商用的部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有些缓和，可是军用它咬得很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对于军用、民用是两个不同的圈圈交集起来的。比如说，川普要的，美国政府要的是全部都包括。可是中国来讲，军用是切开的。也就是这次包括川普习会见面当中，美国要的稀土跟中国会给让的稀土，难道都依照美国？我认为不可能。对，而且我要知道，在稀土政策这件事情当中，中国不是准备你这次美国骂我才准备好，中国已经准备了多长？我认为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包括研究如何对抗美国战略。所以在这出来的部分是对全世界震惊四座的，真的是定海神针和孙悟空的那一根。所以现在丢出来之后，也影响到整个欧盟，包括这是安氏半导体的部分，会触动有关于包括对荷兰的这里头就是稀土。也就是说，这点不只是美国哟。中国大陆现在拿出来，除了美国，还有包括欧洲针对性的荷兰，以及会不会影响整个欧盟对于半导体结合起来，跟中国大陆造成制裁？美国制裁，欧盟制裁跟半导体，那中国有准备好用稀土这件事跟全世界为敌吗？对，我觉得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战略思考，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思考。相较之下，美国的需要其实是比较单纯、比较直接的，就给我。可是中国在用稀土政策后面的调整当中，你说只是迁就川习会这么表层的东西吗？没有，更深入、更层次，包括欧盟全部的策略。我甚至认为中国大陆都已经思考准备好了。对，因为稀土本身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说美中的科技争霸，其实关键材料，尤其是稀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除了稀土以外呢，会不会谈大豆？一定也会谈啊。最近也看到说，南华早报也报道说，美国的一个航运公司啊 ，Mason， 那他们的一艘这个货轮呢，叫曼努凯号，13号抵达了大陆宁波，在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当天就进行卸货，结果就被收取了446万人民币的费用，这个大概是62万7千，将近8000的美元啊。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呢，这是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之后第一个被处罚的案例。而《纽约时报》中文网则报道说呢，目前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使用1种
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化学原料。那最新的数据啊，在中方这边海关总署也公布了，今年9月份呢，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从去年同期170万吨，现在完全归零。9月份大豆进口总量是攀升到1287万吨啊，现在呢不跟美国买。那跟谁买呢？包括像是南美洲的巴西跟阿根廷都成为中国大豆的新采购来源。所以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了是包括药品哈，所以大豆之后，现在包括像药品跟化学材料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吴岳老师，您的观察？我想像美中如果双方谈不定，当然从稀土到农产品，到有关于化学的我们所讲的原物料这个部分，都一定会成为重点。稀土其实开采并不难，稀土的关键在于说它的精炼是比较困难的。那这90%的精炼都是由在中国大陆来精炼，就算其他国家开采，你也必须要送到中国。澳洲也是啊，精炼一样。那第二个，现在中国在很多的做法上也在学美国，就长臂的管辖权。所以你看它稀土，重点不是中文的问题。重点在于说，凡是不仅是境内管辖，境外稀土出口到外国，你有使用到一定比例的所谓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出口的稀土跟技术，中国通通纳管，所以它也在进行所谓长臂管辖权的问题嘛，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之间的博弈嘛。大豆的问题，我觉得说应该是只要美中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去年来讲的话，美国出口到中国到大购占美国出口还有51%左右嘛，那现在降到0嘛。所以这只要美中能够谈定，我相信大豆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大豆本身的生产的地方都是川普的主要的所谓选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谈判的要点嘛。那当然，你刚刚所讲的，川普想做几个什么？第一个，他想做半导体嘛；第二个，他想做晶片嘛；第三个，他想做 AI。这3个大概还有军工企业，这4个大概都是跟稀土精炼有关。那第二个，川普一定想做什么？想做汽车嘛，想做制造业这个部分嘛，想做所谓造船嘛，这个部分也跟稀土有相关。那第三个，川普想做什么？川普一定想做有关于医药这个部分嘛。那医药这个部分当然原物料会有相关嘛。所以美中这个部分它的所谓全面性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目前为止仍然还在博弈持续当中。双方都是累积实力，而且双方都已经去运用到长臂管辖的部分了。那双方也大概都知道说，这个东西都是主轴。但是不破是底线，因为一旦破的话，对双方的承受度、冲击度非常大。中方现在就是如法炮制啊，美国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打大豆的，因为大豆跟民生相关哦，你知道大豆这个所使用的相关的一些衍生性的产品非常的多哈，而且呢，讲到民生呢，10月底啊，因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万圣节哈，现在你知道吗？一顶变装帽子呢，这个要价是$30，大约台币是1000块钱啊。天哪，很难想象哈。那美国90%的万圣节商品呢，都含有中国大陆制造的零件。有一家这个万圣节用品的公司老板就表示说呢，大部分的儿童服装价格有可能会上涨$3到$4，成人的这个大人的服装哈上涨$5到$8。另外，在北卡，那这是全美家具之乡啊，北卡罗来纳州一家这个家具厂的执行长也说，这个产业的利润呢，通常都只有4%到5%，但是他们已经连续5-6个月吸收全球关税的1半成本，现在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所以呢，最终这些成本，抱歉，还是得转嫁给消费者。好，现在看到了，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开始出现的效应，已经逐渐深入到是美国民间啊。可是单靠他现在要补贴啦，关税的收入 cover 得了吗？大师？应该是没有办法 cover 啊。那个基本上关税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就是说这些进口商啊或中间商，他只会消化一部分，他没有办法全部消化，而且可能就一段时期。对，有人算过，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80%，基本上都是由消费者来转嫁。那事实上你算一下，现在美国大概给他的进口东西平均的进口的关税大概加到20%到25%了，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这25%我们就算一个8折好了哈。如果是20的话，那16%。所以美国的这个各种物品它可能要增加16%，那最后由消费者负担。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他如果把中国大陆的这次没谈好，中国大陆所有物品变成100%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很多货品会缺货
而不是说这个会涨价的问题啊，这个根本就不会进行交易了。已经看到中美就像是打乒乓球一样，真是打得非常的火热，而且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稀土战。让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的采访时也坦言，他说对中国大陆发动的关税啊，这个威胁要征收的高关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到了北京在祭出了稀土出口是采取事先审查这个措施之后呢，目前看起来是在12月1号才会正式的来实施，但是呢，具体的细节呢没有进一步的公布。而川普呢也一度要威胁呢，说从11月开始啊，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这些商品当中呢来加征100%的关税，甚至还扬言说 APEC 那么习川会就干脆也没见面的必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后来改口表示，他说什么呢？他说跟习近平相处得很好啦，认为美中之间没事的，但必须达成公平协议，而且他说这一定要公平。另外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他也表示，如果北京放弃最新的稀土出口管制计划，那么美方愿意延长对中商品高关税的暂停期限。目前说法是说大概再延3个月啊，不过中方会理会吗？好，贝森特最近也才言辞批评了中方的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成钢。而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我来念给大家听，就是川普呢再度抛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从11月1号开始啊，因为是在美东时间1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11月1号开始对进口的中型还有重型卡车以及相对的相关的零件课征25%的关税。而且对进口巴士要加征10%的关税。其实讲到了习川会，大家都在看这个川普好像是比较想见习近平啊，不过现在习近平就是按兵不动。可是看到美方似乎也只有一招，就是关税、关税、关税。倪老师 ，OK， 西洋拳、太极拳的这个搏斗已经非常清楚。太极拳打得很凶，打出去，3招就你讲的关税、关税还是关税嘛。打到最后，你看那只龙从海中突然跳出一只头，他想打它，哎呀，你看被我打下去，噗，身体再打，哎，发现身体这么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海中的龙啊，这个潜龙到底里面有多少的太极拳的实力，这个逆来顺受来回击你。是，我觉得他怕到不得了，美国怕不了，所以当然会想见习近平，因为他真的想一窥究竟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喊在天空中的老鹰天天喊关税关税，我要吃你，你再不听我就要打你。他喊欠了全世界，但是这只龙真的有太多的武器。你刚刚讲的震撼弹是震撼弹吗？还是关税？卡车巴士又怎样？我跟你讲哈，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如果关税这个稀土禁令，这个他的62公报本，你这个严管啊、主审啊都给我放弃，我才不科你，才再给你延3个月。第一个延3个月没有意义，第二个100%也没有意义。大家去想一下，曾经都145%了。我现在在重点，美国其实慌了，但是其实中国也是慌了，才在10月9号丢出这才叫震撼弹，就是严管和主审。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爬文。其实中国会丢出这个是有2个原因。当然，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未来的终极战争就是晶片的先进制程和稀土里面最高阶的可能军用等等的东西。可这里面都有所谓的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问题。证据就要技术，因为在9月20号有个潘朵拉的盒子到了白宫，竟然有一个铁杆兄弟的巴基斯坦，这个很可怕总理这个谢里夫和元帅这个穆尼尔拿到那边去打开，告诉川普，我要贡献给你，你也要保护我，印度不要只对他好，中国有帮我，你也帮我，这个严重出卖中国，使得中国害怕这个技术会出去，因为这技术里面有所谓的氟碳锡矿以及毒巨石等等的。我必须说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巴基斯坦做一个很大的豪赌必输，但我要讲的是，那美国怎么办？中国当寄出来以后，刚好师出有名嘛。如果不是这件事，他师出无名，他随便打，还真的中到了贝森特讲的，他在敌对全世界，要毁坏全世界，其实完全师出有名啊。老师也看到是中方寄出的，像是美方先前对中方所实施的这个常备管辖哈。那但现在就想说 ，APEC 到底见面有这么重要吗？见面如果真的能有实质的效果，那就算了嘛。你怎么看？我跟你讲 ，APEC 他们一定会想见面，是川普想见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2013年呢，美国shutdown 19天，其中在10月5号到7号，在印尼巴厘岛开了一个很重要的 APEC 第21次会议，亚太经合会议，讲不好听一点，
全世界21个国家就是要稳定亚太的金融，当然也影响到整个国际经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国际间经济这个亚太金融都不是最重要，就是中美贸易战。各位啊，当时奥巴马也要跟习近平刚上任的2003要见面，那是奥巴马第2任期。各位如果回想，当然这是过去式了。当时呢，奥巴马因为下当政府下他没有去，所以那时候一枝独秀就是习近平。这一次讲不好，你川普绝对会想去啊，那当然也希望能见到习近平，搞不好习近平。我当然不可能，但是也搞不好就不过去，然后让你一个表现。当然这个会议太重要，习近平还是会去，应该会见面，也会谈，但是谈不出东西，因为中国在后面的整个智囊团的策略在设计的时候，他们还有其他招式要出，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烧赢了，他要乘胜追击，步步为营，要让美国真的赢不下去。所以 Ross 也觉得习川会见上一面吧？目前真的是很难讲啊，到最后都还有变数。当然了，第一，因为政府关门啊，或许最后其实川普放弃去亚洲这个亚洲形势还是有可能。那是真的，理由是要先处理内部。但是另外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来准备，那中方一定会拒绝。川普的想法态度个性又不一样，你给他一天几个小时准备时间，他应该会说 OK 没有问题，我还是1对1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中方这方面是比较谨慎、比较保守，所以他就是习近平本人或他们一定会需要几个礼拜准备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快来不及了。所以你觉得中方打出稀土牌是有效的吗？快答。没有，我觉得你觉得没有效？目前没有效。好，我进一步问你哈，因为这个财长贝森特他已经批评了，说北京的管制啊，说稀土出口是与世界对抗，他要拉着全球啊，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为敌哈。他也告诉媒体说呢，这对美国的盟友来说，他特别强调，盟友来说是一个清楚的讯号，就是大家必须团结，而且我们将这么做哈。那当然，那个国务院旗下就是大陆国务院旗下的中国网也发表文章。他特别强调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就是因应境外组织把稀土转移到敏感领域的必要之举，而且这句话很重要，中国大陆正在成为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好，有一份资料研究是这样讲哈，稀土交易所的指出呢，美国目前缺乏全面的基础设施来挑战中方的稀土主导地位。而且他们估计至少要大概到2040年才能够实施供应链的自主，就算乐观一点，也得在7年啊，也就是2032才有办法实现。所以现在说，为了这个关税，美方大概有筹码打关税战，但是没有筹码打稀土战啊。要团结网友怎么做？目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可以设这些关税，问题是中国的相关业者还是要赚钱。他们不能不卖出去他们的东西，这些稀土，所以即使中方有设这些限制出口管制机制的话，迟早还是要答应业者把东西卖出去。好，你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中方还是得要卖东西，对，那美方也是一样，他还是得要买东西，所以双方就盯在那个地方，不是吗？美国还是会继续买，其实这个有点像农产品一样，目前中国不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对美国农民也是对川普是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中方还是要买这个东西，当然他们有别的选择，他们可以去巴西或阿根廷，但是他们比较就是业者也是比较希望可以继续买美国的商品。目前有看法是认为说关税大概只能换到大豆，他没有办法换到稀土，觉得？这个其实也要看川普跟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见面。因为要记得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Trump is the best negotiator， 对不对？他自己认为，什么谈判，我是谈判王，对不对？只要是有机会进行谈判的话，对，什么都可以交换，达成共识。那你怎么看稀土本身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现在中方长期会把稀土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哈，那让美方因为一遇到稀土就立场软化哈，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美国有什么样的对策？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是结合澳洲，它有相关的一些稀土的策略，可是精炼的部分，就是精炼这一块还是得回到中国大陆，所以结构性问题怎么处理？这个川普政府已经有相关的动作，第一会松绑相关的许可。这个申请或核准许可的程序了，那希望这个精炼可以在美国扩大。对，那另外，川普政府就是跟过去美国政府非常不一样，已经开始直接把美国政府的钱投资相关企业。那
如果再次会有类似的机会，因为前几个月国防部有大投资在一个晶圆公司，对不对？7个。对。那川普政府已经说了，如果还有其他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投资了。那我相信，不管是川普政府或下一个美国总统等等，那以后美国政府可能因为这个是关键的产品。为了国防，为了美国其他的行业，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直接投资这个行业，把这个晶圆拿回到美国去了。好，所以关键就是时间问题啊。姜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啊。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右边啊，这个是《晶片战争》这本书的作者啊，叫 Miller。他说呢，中国大陆的稀土许可这个合可制度的影响啊，几乎可能会遍及全球的晶片业者，但是也会加速全球发展出一个非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另外，在右下方呢，聚亨网啊，北风窗。他引述了北风窗的报道，说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项法宝，就是全球工业用的金刚石啊。中国大陆的占比是95%啊，这个产量非常的高。那这个金刚石呢，这工业用的金刚石是具有高硬度、高耐磨度的特性，特别用在晶片生产线上，你要来切割细片的。这个细片如果不能切的话，就完了。那所以我想请这个姜老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科普一下。稀土当然分非常多种哈，在晶片制造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怎么看这个工业用的金刚石 ？OK， 好，那其实稀土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某一种土，那其实稀土它是17种的化学元素的总称哦。在2024年，那稀土呢，在中国其实有占70%，然后它精炼啊，全世界送到大陆去精炼有90%。那第2大稀土生产国是哪里？其实是美国哦。美国是11.5%，它其实只占1/6。那再来是澳大利亚跟缅甸的总和大概是10% 左右。所以其实稀土到处可见。那为什么现在会弄成这样的僵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高污染的东西。那高污染的话，那过去美国就觉得这种高污染的东西应该在开发中国家，比如说丢给中国。那比如说像半导体，美国也觉得这个东西高污染。很没有效率，所以就丢给台湾。那导致因为全球化的分工，导致现在反效果来了。现在后悔莫及啊！后悔莫及，那没办法。那我要很快的去重振整个样子的制程，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是没有那么的乐观。那同时呢，刚提到稀土其实到处都有。那目前日本的话是在那个海里面去挖海里面的泥土，然后试着要去精炼。那刚刚有提到说稀土要用在半导体的哪个部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通电的东西会需要半导体，能动的东西会需要稀土。OK， 那什么东西能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马达里面的磁铁都会用稀土。那刚刚提到的研磨会用到稀土。那又提到刚刚又在说，大陆好像有个大烧招叫做人工钻石嘛。那人工钻石用在哪里？第一个会用在研磨。那第二个，他们可能会说用在切割，但是目前来说，晶片因为很优秀，所以它基本上是用雷射切割。那有一个可能也许是记者朋友，也许是物质，因为英文都是 diamond。那 diamond 还会用在哪里？新的第5代的化合物半导体，它其实就是钻石，用蒸镀的方式。那过去可能是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到第5代，我们过去都一直觉得说第5代化合物半导体可能大陆追不上来。那最近有一些论文的引用，还有一些论文的发表，发觉说，没想到大陆竟然在化合物半导体这一块追上来了。OK，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去看哈，现在从美中之间的竞争，你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似乎抓到了川普的一个盲点或者他软肋哈。不过不是稀土，而是美股。怎么说？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